大家好，歡迎嚟到日更 TV。聖誕連埋元旦假期啱啱過去，有留喺澳門嘅朋友應該都感受到逼到爆嘅旅遊景點同埋塞到爆嘅馬路啦。澳門旅遊局早前就表示，根據臨時統計數據顯示，12月23號至到26號呢4日嘅聖誕假期，一共有超過45.6萬旅客人次訪澳，每日平均就有約11.4萬人，較2019年同期上升咗1.3%。而喺同一時段，澳門酒店場所平均入住率就有90.8%，顯示節日假期旅客入境情況超越疫前嘅水平，旅遊復甦情況都好理想。不過就喺呢段假期期間，有內地旅客就喺澳門有唔愉快嘅經歷啦。佢喺網上發文表示，喺澳門某間酒店遇到咗非常離譜嘅事。呢位內地旅客一連出咗3個 po， 標題係關於澳門叉叉叉酒店被陌生人用房卡打開門。首先佢喺12月27號出第一個 po， 佢話旅行之前喺美團預訂咗12月24號至到26號澳門叉叉叉酒店。喺12月24號佢就同老公入住咗呢間酒店，25號夜晚10點返到酒店，然之後喺10點半被2個陌生嘅男人用房卡打開門。當時佢老公沖緊涼喺度抹緊身，而廁所門亦都冇閂，佢就坐喺凳上面玩電話。突然佢聽到有人喺房門外面插入房卡，嘟一聲，然之後就開咗門啦。有個男人伸咗個頭入去，好驚訝裡面竟然有人。佢睇到出面係2個20零30歲嘅男人，佢就問呢2個男人喺邊間房。有個男人竟然準確咁報出咗佢間房嘅號碼，另一個男人就同佢講唔好意思，話行錯咗。樓主聲稱由始至終都冇離開過張凳，亦都冇走到門口同2個男人講嘢。佢老公着好衫之後就打電話同前台講咗呢件事，前台就回覆需要一啲時間調查呢件事，但係半個鐘之後一直都冇等到回覆，於是佢哋就落樓下自己揾到辦理入住嘅服務台。大堂經理詢問咗佢哋嘅情況之後，就話需要時間調查。溝通好之後，約定喺夜晚12點之前為佢哋反饋呢件事嘅原因。經過職員嘅一番電話溝通，大堂經理就承認係12樓嘅客人行錯咗樓層，打開咗佢哋嘅房門。經理猜測可能係前台嘅人員整卡嘅時候整錯咗，所以先可以打開佢哋嘅房間。樓主就話雖然唔知係咪經理亂講，但係當時就接受咗呢個原因。不過佢話呢件 double check in 嘅事件令佢精神受到損失，佢就提出退返房費，並且要求2000蚊嘅損失費。大堂經理記錄咗佢哋嘅要求，佢哋要求喺第2日嘅8點至到9點可以有解決嘅方案，然後去到第2日朝早嘅8點半，佢哋接到咗前台換咗一個男經理打嚟嘅電話。佢同佢哋講，職員睇錯咗系統嘅門鎖記錄，話係佢哋由房間裏面打開咗房門，而並唔係出面嘅人打開佢哋嘅房門。於是佢哋落樓就揾呢位男經理啦。經理將佢哋帶到一個小黑屋裏邊，同佢哋講酒店冇問題，係其他客人由外面插入咗房卡。同一時間佢哋亦由房間裏面打開咗房門。佢話佢當時真係成面都係黑人問號。佢老公沖涼，佢亦都冇離開過張凳，咁點樣係由裡面開門呢？佢話經理語氣之間透露出佢哋喺度敲詐緊酒店，佢覺得太嬲，於是就報咗警啦。喺同一日，樓主出咗第2個 po， 佢話警方嚟到之後同兩邊溝通，警察同佢哋講，首先冇人有經濟財產同埋人身嘅傷害。樓主就心諗，俾塊鏡反射，暴露喺其他人外面，冇着衫嘅精神損失好似俾人直接忽視咗，而夜晚受到驚嚇嘅精神損失好似更加係被直接忽視。佢再講，雖然可以申請睇監控，但係需要走好幾日嘅流程，申請然後走流程，拎到回執之後先可以翻睇監控記錄，而佢哋係根本唔想浪費呢啲時間。酒店之後提出賠償佢哋500蚊嘅餐廳消費券，建議佢哋接受呢個解決方案，並且叫佢哋拎呢個消費券嘅證明返到大陸之後向萬豪集團投訴，就會有人介入調查呢件事。佢哋亦都同意咗呢個方案。酒店之後就開咗一個證明，佢話雖然字裏行間都喺度推卸責任，但係就冇任何實際嘅工作。呢位內地旅客就對呢件事列出咗5大疑問。
首先，第一日嘅夜晚，女性經理經過一番詢問，已經講明係12樓嘅客人行錯咗房間，而且咁啱前台工作人員又整錯咗卡，導致人哋可以打開佢嘅房門。咁點解第二日又改變咗講法呢？佢補充自己知道澳門需要喺人哋嘅允許之下先可以影相錄音，所以就冇辦法保留今次嘅證據。第二，酒店話睇咗門鎖記錄，甚至都唔同佢哋一齊上樓檢查係咪房門真係有問題。系統都係可以改數據，係咪可以合理猜測一下佢哋連夜修改咗門鎖嘅數據嚟規避自己嘅問題呢？第三，如果酒店冇問題，真係佢由房間裡面開咗門，咁點解酒店會賠償500蚊嘅消費券呢？第四，佢問呢種情況之下，消費者應該點樣去維護自己嘅合法權益？同埋第五，今次係咪有酒店房被疑似販賣嘅問題？消費者嘅安全又點樣保障？最後呢位內地旅客喺12月30號出咗第3個 po， 表示喺廣大嘅網友協助之下，佢向萬豪總部 send 咗 email 投訴，同時向美團反饋咗呢件事。喺12月29號已經收到咗 email 嘅回覆，大致就係總部已經收到佢哋嘅問題，後續會有人嚟跟進。另外，美團亦都打電話去講已經同澳門嘅叉叉叉酒店聯繫，敦促呢間酒店會有專人嚟跟進呢件事。而基於喺美團上面訂嘅酒店，佢哋申請咗200蚊嘅補助。樓主認為呢件事由頭到尾都係酒店嘅問題，佢只係喺美團上面訂酒店，美團並唔係責任方。但係美團了解到呢件事之後，一直都有專人聯繫佢，反饋每日嘅問題處理進度，好有誠意。而對比之下，澳門嘅叉叉叉酒店12月28號嗰日打電話同佢講，睇到佢喺小紅書上面嘅 po， 覺得佢應該要線下溝通，而唔係訴諸喺網絡。佢話聽到呢句真係成面問號。喺12月25號同埋26號，佢用咗7-8個鐘同佢哋溝通，甚至佔用咗自己嘅資源，換嚟嘅就係電話裏面對佢嘅質問。佢表示咁都冇叫線下溝通，仲話網絡上面曝光會對彼此造成傷害。佢最後講到酒店會再次溝通解決方案，但係2日過去仍然係音訊全無，又話唔知今次溝通嘅解決方案又會重新俾出咩嘅理由同埋藉口呢？咁以上就係呢位內地旅客喺澳門嘅經歷啦。如果佢講嘅每一句都係真，咁酒店嗰方面真係有好大問題。首先 double check in 已經係一個好嚴重嘅失誤。今次就話佢冇工冇着衫，有機會俾人睇到啫。如果係佢自己冇着衫，或者係喺房間裏邊做緊好私人嘅嘢，相信問題將會更加嚴重。其次就係酒店嘅處理手法，2個酒店經理前言不對後語，話做錯卡，但係訪客又報到佢間房嘅 number， 仲話訪客行錯樓層。而睇翻樓主鋪文嘅語氣，如果酒店肯承認係自己嘅問題，再加上合理嘅賠償，相信未必會將呢件事擺上網。而家酒店就可能因為冇好好處理呢件事而得不償失。唔知各位觀眾又點睇呢？歡迎大家喺下邊留言。